中国眼下16至24周岁非在校青年失业率高达 17.8%， 这个数字已经快要逼近统计局暂停公开数据的危险边缘了。是的，数字不会说谎，它正在毫不留情地揭开一个事实：年轻人正在被丢进一个没有出口的黑洞。雪崩不是一瞬间发生的，而是一片一片雪花的积累。今天的 17.8% 不是孤立的数据，而是从2023年 21.3% 开始的连锁反应。记得吗？就在2023年7月，国家统计局公布青年失业率创下 21.3% 的新高。可1个月后，数据戛然而止，他们直接宣布暂停公布。那时候，很多人心里就已经明白，真正的情况比数字更惨烈。2024年，他们换了个说法，说是优化统计口径。结果呢？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从 14.9% 开始反弹，如今1年过去，又重新站上 17.8%， 离历史顶点只差一步。17.8% 背后是1700多万年轻人，真实的在街头、出租屋、老家小镇里失去了未来。如果说数据是一种警告，那么信心崩盘就是连锁爆炸。社会信心一旦没了，就像雪山上的裂缝，一触即发。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正在用他们的绝望推动社会信任的雪崩。2025年的夏天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，1222万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，比去年又多了43万。有人调侃一毕业，失业证直接发到手里，这是冷笑话，但又何尝不是现实？7月本该是就业市场的黄金季节，但失业率却飙升到11个月新高。每年的7月至9月本来就是失业率的高发季，因为几百万毕业生一股脑挤进市场。今年更残酷，市场没有岗位，新增岗位数同比下滑，结果是一边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一边是企业大面积裁员。有人说再等2个月，金九银十总会好起来。可问题是，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已经塌陷。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 5.2%，31个大城市同样是 5.2%， 创下4个月新高。这可不是季节性波动，而是系统性崩盘。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是，25至29岁的失业率也升到了 6.9%， 比去年同期高 0.4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，不只是刚毕业的年轻人，连已经工作几年的人也被甩下了车。整个青年群体正在被经济抛弃。官方数字告诉我们，失业率是 17.8%， 但学者的研究却揭露了另一个可怕的现实。北京大学的张丹丹副教授曾直言，如果把躺平、啃老、摆烂等1600万不工作、不求职的青年也算进去，那么2023年青年失业率最高时可能高达 46.5%。 46.5% 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，这比拉美债务危机最惨烈的年代还要高，比希腊欧债危机时期的青年失业率还要糟。那时候希腊年轻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，今天的中国正在走上同样的道路。当官方拼命优化口径的时候，现实却在制造更大的黑洞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已经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，成为假上班族、全职子女、全职孙子，或者干脆选择老鼠人的地下生活。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新兴产业，花钱去上班。失业的年轻人为了不被父母逼问，为了维护体面，每天花30到50块去所谓的共享办公室，在里面假装自己有工作。有人真的在找机会，有人则刷1天剧，打1天游戏。他们说，假装上班是我最后的尊严。这尊严靠的是掏钱买的工位。中国就业市场已经让一代人付钱买假象，却换不来一份真实的工作。更可笑的是，很多大学还要求学生必须实习才能毕业，
于是这些假上班公司直接成了生意，提供工牌、打卡记录，甚至帮忙写实习周报。年轻人一边假装工作，一边假装自己的人生没有被彻底击碎。更大规模的是那些干脆放弃努力的年轻人，他们不再追求996，不再幻想买房、结婚、升职，而是躺平在床，刷短视频，靠外卖度日。摆烂这个词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哲学。与其拼尽全力挣扎在底层，不如做最小的努力，换取最小的压力。他们说，我不是不努力，我是努力过了，发现根本没有出路。更极端的还有所谓的老鼠人，他们模仿老鼠，白天不出门，晚上熬夜，日夜颠倒，宅在家里，靠父母补贴过活。小红书、抖音上，他们发布的不是凌晨4点的早起奋斗，而是下午4点的赖床自拍。这是对主流价值观赤裸裸的对抗。对他们来说，努力等于徒劳，未来等于虚无。如果说上一代年轻人是房奴，这一代年轻人就是失业奴。还有一群人被称为全职子女，他们辞掉工作，回到家里，用父母的工资或养老金养活自己，换取所谓的家庭贡献。有些人负责家务，有些人负责陪伴老人。更极端的是全职孙子，靠祖辈养老金生活，整天陪着爷爷奶奶聊天、买菜。这些看似孝顺的选择，其实是就业市场彻底崩坏的副产品。年轻人没有工作岗位，只能退回家庭，把父母和祖辈当成最后的社会保障。可是父母和祖辈能撑多久？养老金能撑多久？这是一颗定时炸弹。年轻人没有收入，就没有消费能力。消费是经济的心脏，心脏停了，整个人就死了。过去3年，中国消费市场早已岌岌可危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 4.2%， 远低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。今年上半年，餐饮、服装、家电几乎全面下滑。更扎眼的是食品领域，作为国民食品的康师傅方便面，销量在2024年就少卖了11亿包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人失业，没有钱，连泡面都要省着吃，更别说动辄数千元的 iPhone 或是几十万一套的房子。消费的信心就像泡沫一样被戳破。当年轻人躺平、摆烂，不再追求车子、房子、婚礼的时候，最先崩塌的就是消费市场。房子卖不动，车子卖不动，化妆品卖不动。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7月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8.7%， 连续下跌超过12个月。中国经济寄希望于内需拉动，可现实是内需已经死了。失业不仅仅是工作的问题，它直接冲击到婚姻和生育。2024年，中国结婚登记人数只有683万对，创下1979年以来最低。对比2013年的1347万对，10年间结婚人数直接腰斩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人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没有未来，谁还敢结婚？更可怕的是生育率。2023年，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 1.0， 意味着每一代人口直接缩减一半。专家早就警告，低于 1.0 就是不可逆转的悬崖。失业的年轻人不结婚、不生娃，直接让中国的人口危机进入死亡漩涡。这是一条清晰的链条：失业、没钱、不结婚、不生育，人口崩塌，劳动力断崖，经济更糟，更失业。一个闭环，彻底把未来锁死。房地产曾是中国经济的支柱，但今天它正在成为压垮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7月，全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 0.7%， 这是连续第12个月下跌。二手房市场更惨，部分城市挂牌量暴增，
而成交量却直线下滑。失业青年根本没有能力买房，即便有工作，工资也不足以负担高企的房价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仍高达27倍，意味着一个普通年轻人不吃不喝27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。于是，他们干脆退出了游戏。有人说，买房，我先找份工作再说吧。也有人干脆认命，房子是上一代的游戏，我们这代人连门票都没有。房市一旦失去了年轻人，就等于失去了未来的接盘侠。中国房地产正在进入无人接盘的绝望循环。中国人领导人喊了多少年的民族复兴，多少次强调年轻人要有家国情怀，要奋斗，要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。可现实是，年轻人连一份工作都没有。国家要发展，需要年轻人去创新，去打工，去纳税。可现在，一半的年轻人都在啃老。国家想要军事动员，呼喊长征精神，但年轻人却在家里打游戏、刷抖音、点外卖。这种割裂正在撕裂整个社会。一边是官方宣传片里的热血青年，另一边是真实世界里的全职子女和老鼠人。这是幻觉与现实的巨大落差。有专家警告，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，中国可能会出现一个长期的迷失一代。他们既没有积蓄，也没有职业技能，更没有社会责任感。一个迷失的一代，足以拖垮一个国家的未来。青年失业不只是经济问题，它更是社会稳定的隐患。历史告诉我们，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企的国家，往往会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，就是因为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希腊债务危机中，失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，掀起了反政府浪潮。今天的中国，17.8%只是明面上的数字，真实数字可能早已接近30%、40%。想象一下，几千万无业的年轻人，既没有工作，也没有希望靠父母和祖辈养活。如果某一天家庭的兜底能力崩溃了，他们会选择什么？雪崩已经开始，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。